大家都聽說過業力這個概念，但你是否真的了解業力呢？別急着將它視作玄學或迷信。實際上，業力遠比你想象的更為現實。倘若直至現在，你仍不清楚何為業力，也不曉得該如何擺脫它的影響，那麼幾乎可以斷定，你的前半生很可能一直被它操控。直白來講，你就如同一個提線木偶，表面上看似是你在做決定，實則是業力在暗中編寫你的人生劇本。所以今天，我將通過這個視頻，全方位、清晰透徹地為你解讀，究竟什麼是你的業力系統，這股無形的力量又是怎樣悄然左右你的人生，而你又該採取何種行動，才能真正掙脫它的束縛。這個視頻至關重要，如果你能靜下心來認真聆聽，摒棄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去理解，我堅信你定會有所感悟，甚至可能就此改寫人生軌跡。那麼，究竟什麼是業力呢？簡單而言，業力就是我們所有行為累積而成的因果能量。這些行為涵蓋身、口、意及行動、言語和念頭。每一次起心動念，每一句話語，每一個行為都會留下印記。這些信息存儲於何處呢？你既可以理解為它們被記錄在宇宙之中，也可以認為是存儲在你自己的潛意識裡。佛家稱其為阿賴耶識。若用現代科技來類比，就如同存儲在硬盤或雲端的數據。潛意識雖無形無質，難以捉摸，卻無處不在，恰似手機裡的雲盤，隨時可供調取。佛家謂之法界，也就是說，你的一言一行、一念一想都會被整個宇宙記錄，或者說被你的潛意識默默銘記。這些信息就被稱作業，它並非物質，沒有重量，不佔空間，卻真實存在。其中最為關鍵的部分是意，也就是念頭，它是整個業力的核心。所以業力並非因人而異，只要你起心動念，就會產生業力。長此以往，這些業力不斷積累，便會形成一種無形之力，使你不斷重複過往的行為模式，困於原有的人生軌跡。倘若你積累的是負面業力，那麼你的人生將會充滿痛苦與障礙。反之，若積累的是正面業力，你便更容易收穫幸福與順遂。故而，你會發覺許多問題並非偶然發生，身體欠佳、事業受挫、家庭矛盾等，這些問題背後實則都有其根源，那便是業力牽引所帶來的果報顯現。我們常說萬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世間萬物皆受因果規律支配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不播種便不會有收穫，播下種子，遲早會發芽。換言之，你當下所經歷的一切，皆是自己曾經種下的種子，如今開始開花結果。所以，當你行善時，收穫的並非當下行善的直接結果，而是埋下了一顆善的種子。同樣，哪怕是一個微小的惡行，也是一顆惡的種子。老祖宗早就告誡我們，莫以善小而不為，莫以惡小而為之。切莫以為小小的壞事不會帶來災禍。實際上，善惡之報如影隨形。從量子力學角度看，萬物皆為能量波，而業力實則是一種因果的能量波動，反映在我們身上便是各種情緒變化，喜怒哀樂、悲恐驚。也就是說，有情緒就有能量波動，有波動就會產生業力。每一次對外界的負面情緒爆發，都是以自身能量攻擊他人，實則是在消耗自身能量，而積極情緒則有助於吸收外界能量。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進行這種能量交換，因為我們每分每秒都在起心動念。我們的身體只是表象，本質上是一個敏感的能量場，時刻與宇宙互動。舉個例子便能明白，若你以善意待人，讓他人感到愉悅，他人也更易以善意回饋你。反之，若你總是帶着憤怒、冷漠、怨恨面對他人，那麼你所收到的也只會是同樣的回應。你對別人說了什麼，做了什麼，甚至讓身邊人產生何種感受，這些都會以另一種形式在未來的某一天回到你身上。
也會被人挑撥離間。你總是自我否定，責怪自己，那麼你眼中的世界也會處處與你為難，諸事不順。換句話說，你今日所經歷的一切，幾乎都是自己曾經發出的能量，只不過宇宙以另一種形式，在另一個時間點返還給了你。所以我一直強調要多修善念，秉持正念，因為你人生的諸多結果，在起心動念的瞬間便已注定。當我們在命運的遊戲中不斷循環，那些正面與負面的信息和念頭便會逐漸沉澱於潛意識之中。下次遇到類似情景，這些信息就會自動激活，你會不自覺地做出與過去相同的選擇。長此以往，這便形成了你的習氣，即習慣性的反應模式。它不再需要你思考，而是直接以反射式呈現。在長期反覆的影響下，能量波動與起心動念也趨於固定。若你的業力系統中充斥着負面念頭，那麼你便如同被這些長期形成的習氣操控了整個人生，陷入負面循環的軌道。許多人宣稱想要改變自己，也設想過理想的生活狀態，但在現實中，一遇到挑戰便立刻回到老樣子。為何如此？因為你內在的習氣太過強大，它如同強大的慣性，將你拉回熟悉的命運劇本。你內在的能量狀態決定了你會遇到什麼樣的人，經歷什麼樣的事。你身處這樣一個能量匹配的系統，不斷體驗與自身頻率相符的人生。所以你會發現，有些人總抱怨遇人不淑，生活中總是遭遇爛人爛事，即便換了環境，換了朋友，依舊重蹈覆轍。其實問題的根源不在他人，而在你自己。你發出怎樣的能量頻率，就會吸引來怎樣的人事物，這便是宇宙的同頻共振法則。你笑，世界也會向你微笑；你生氣，世界也會給予同樣的回應。外在的一切猶如一面鏡子，鏡中的景象雖非真實，但必定是由你這個真我投射而出。所以，人生的根源不在外界，而在你的內心。你如何看待世界，世界便如何看待你。你發出怎樣的能量波，宇宙就會反饋給你相同的能量。所以，為何要始終保持善念？為何要修心？這又有何作用？因為唯有真正明白業力的原理，你的人生才有可能破局，才有機會開啟全新的劇本。否則，你只是在不斷重複命運的劇本，一遍又一遍地扮演同一個角色。要知道，最能助力你發財的是業力，最能阻礙你發財的同樣是業力。許多人拼搏了十幾年甚至幾十年，無論怎樣努力，事業始終難以突破，資產仿佛卡在瓶頸，無法提升。企業亦是如此，發展到某個階段便停滯不前。你以為是方法不對，實則是業力的瓶頸。老祖宗說的直白，這就是命。舉個例子，一隻老鼠有它自身的業力，即便它拼命進食，長得再胖，也不可能比兔子大。所以你便能理解，為何有些人一生勤奮努力，賺的錢卻僅比同行兄弟姐妹多一點點。這便是命的範疇，而這個命實則由你過去所積累的業力能量場決定。故而古人云：愚者拼命，智者改命。《了凡四訓》這本書講述的便是一個人如何通過修行行善改變自己的命運。知曉這些原理後，接下來該怎麼做呢？這就涉及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：悟後起修。其含義為，你首先要悟，即真正明白宇宙運行的真相與規律。一旦真正開悟，你便不會再有諸多懷疑與糾結。很多人常說道理我都懂，可就是做不到。其實並非做不到，而是尚未真正領悟，心中仍有疑慮與動搖。旁人一說其他觀點，便覺得也有道理。這是因為在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中，大家皆如此生活。若你突然與眾不同，反而會懷疑自己是否有悟。就如同天上本無龍，但除你之外，所有人都說看到了龍，你便會開始懷疑自己的眼睛。
真正的覺醒開悟，明心見性，是你清楚知曉真相，並堅定不移地相信它，即便全世界都否定你，你也毫不動搖。這就好比在夢中，你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做夢，那一刻，你的心態是否截然不同？因為你已跳出夢境的邏輯。悟後起修要修什麼呢？就是要修正那些使我們產生分別、執着、妄念的習氣。從量子角度而言，就是調整你的能量頻率，讓失衡之處逐漸恢復平衡。比如，你缺乏慈悲心，便會經歷痛苦；你曾有偷盜、佔便宜的行為，就要體驗貧窮或被他人剝奪的感受。當你內在的能量愈發平衡，就越接近那個本自清淨的高我。科學的說法是，無論外界發生何事，你都能堅守自己的核心，不焦慮，不慌亂，不動搖。此所謂如如不動，我自巋然，一切皆我，我即一切。你或許會問，那我可以生氣嗎？可以有負面念頭嗎？當然可以，我們都是凡人，都會有情緒。關鍵在於不要執着於這些情緒。你可以憤怒、難過，可以有雜念，但不應將這些情緒等同於我，也無需抗拒它們，要允許它們存在，接納它們，正視它們，然後放下它們。如此，你的能量自然能夠流動起來，內心也不會再充滿恐懼。當你不再執着，業力便開始轉化為願力，隨緣而妙用。你會發現，業力與願力實則一體兩面，同出而異名。執着即為業力，不執着便是願力。你接納了它，它便不會再傷害你，反而會助你成就自我。此時，你方能真正體會到佛家所言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淨，何其自性，能生萬法。原來，世間的好壞善惡、智慧與愚昧，皆非外在強加，而是你內心的映照。你的心有多圓滿，你的世界便有多完整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。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